打打招呼，40分钟过了，就聊完了。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些就是流量密码，真的是。对，我觉得这个播客那期讲学习这些东西，真是的，也人好多。你之前做这么辛苦，然后结果那个是啊，播客做那么辛苦，其实流量也没有说会比较高，所以对。就是我们主要是我觉得我们既然是语言频道，可能多讲这些东西。关键是我们3个互动聊天，我觉得大家喜欢看我们这样，对，就是不是那种很正式的介绍的，是就一个人要正式介绍，其实很无聊的这个东西。IG 有了 ，IG 上去了。一个人介绍可能就是一个字一个字那么介绍，我觉得也就是很死板了，因为你很难弄得很好玩的这个东西。我们3个就聊啊，嘻嘻哈哈的，然后我觉得蛮好玩的。而且我的聊天的方式对听力帮助特别大。是的，是的。好的，然后好，上线了。有同学来了，佳佳没来吗？还没 live。林子，佳佳在哪里？这个林子来了啊，林子来了，林子来了，佳佳也来了，佳佳来了。这个林子跟佳佳呢，都是我们直播课永远是前几名的。不是你们一直在好学生，手机吗？拿着应该在等我们吧？应该在等。这个月莹是大家好，大家好。越南的学生，他也是记不住他是月莹。对，他也是每次我上课，他一定都会。GP 部来了，就是那个 Jennifer， 那个 Jennifer， 就是那个月莹啊，他的名字叫月莹，对，月莹每次都来，对。我们那个 Jennifer 来了啊 ，Jennifer 来了，好，那么今天我们当然也是聊一聊成语啊。我们星期五都是聊学习面向的一些这个内容跟主题，那不一定是成语哦，刚好这几期是成语而已。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跟爱情有关的成语啊。那各位同学，你们可能呢会跟中国人谈恋爱，或者是可能会用中文要描述一些关于爱情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啊，关于爱情的成语相当重要啊。我很好奇你们2个选了哪些？我也好奇你选。我们等一下轮流。大叔们的爱情观是吗？对，我一定都是选不好的啦。我这是选好了，你有不好的。我选了。然后这个同学说第一次来看我们参加我们的直播课欢迎你们欢迎大家。每天都看录播的我们忠实的粉丝。然后这个，对，我昨天看到有一个学生说，他一边健身一边听我们的这个播客，已经听了1年了。我觉得好厉害。还有健身的时候很适合听播客呀，很适合，因为你可以分心嘛，没有关系。比听歌好啊，我觉得。然后在 Instagram 上面同学也很多了，有个同学问说坠入爱河是不是成语？坠入爱河，应该不算，就还是上次那个检验方法。你说他们真是非常坠入爱河，就不太贴切啊。就是坠入爱河不算是成语，不过比较描述性的这种一般不算成语。对，就像英文的 fall in love 那个感觉。对，一个词语，一个说法。林子贡献了这个，林子你讲了，我们等一下怎么办呢？对啊，把我们的抢走了。怎么办？一见钟情是一个很常用的成语也是关于爱情的，就是你第一眼看到对方你就爱上他了。是的，好，那么不要让同学有机会把我们的成语抢走。来，我们先请这个笨叔好了，笨叔来，你的成语是什么？不需要，那行啊。我的第一个成语不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就不要按顺序是吗？不需要从头开始吗？因为我这个。从头开始的话，我的第一个词就是你还有顺序啊？你还有顺序啊？我随便挑一个嘛。一般我觉得可能带点时间顺序比较好吧。就是13岁、14岁的时候，有时候就开始有那种懵懂的。你是从小然后到老为止？那我大概可以猜出。没有，我觉得我这个是最开始的时候嘛。我知道哪个了，我知道了。就可以猜出来了，13岁有2个都关于这个的，我觉得是。突然就对一个人有感觉了，就看到那个人就想要跟他每天能在一起会多好。害我以为想干嘛？这个词是什么？灿叔。情窦初开。对，情窦初开啊。那我还有一个更小的嘞，等一下，还有一个更小，我也猜出来了。其实关于爱情的成语就那些而已，对不对？对。那
那我知道，我也知道你的了，那个了。对对对对，青梅竹马是吗？对对，都要解释一下。同学们有知道这些两个的吗？先从情窦初开开始吧。来，这个Ben叔，你的情窦初开是什么意思？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窦”是什么意思。对，我们一开始也不知道“窦”什么意思。对，是那个孔雀和洞的意思啊。对对啊，所以为什么灿叔是情窦初开？我看另外一解释说，情窦就像它孔雀嘛，就像一个泉眼一样，你里面的爱情感情都到里头，哎，慢慢的从那个洞里打开了，喷出来了，对吗？对对对，就每个人我们的感情都很丰富的，对吧？我们爱的时候非常的热烈，但是这个爱最开始的时候啊，还比较懵懂的阶段的时候，可能只出现了一个小孔，然后从这个孔里边，这个爱不断的冒出来，情窦初开，刚刚开始啊。对，这个特别指的是还没有谈过恋爱的小女孩、小女生，突然看到喜欢的男生，就有好像一般我们不说20岁、30岁的人说情窦初开太晚了，那太迟了，应该是第一次接触爱情的少女啊，像林子，你不能用情窦初开哦。男生也可以吧？我觉得情窦初开就说，我觉得女生好像比较多，但情窦初开更可爱一点吧，可能是这样。对，可爱。我觉得女生比较常用女生少男少女，对，少男少女啊，对，好，情窦初开。那各位同学，如果你可能才10几岁，第一次感觉你爱上了一个人，爱上一个男生，你就可以说我觉得我情窦初开了，是这样用吗？应该是可能那个大家评价那个少男少女对那个爱情的时候对，说他们那么暧昧正常，少男少女嘛，情窦初开的年纪，刚刚开始恋爱刚刚开始恋爱的年纪。好，这个初恋情窦初开可能还不一定已经谈恋爱了啦，不一定了可能只是你已经喜欢上了OK，好，然后没问题哦。好，情窦初开这个算是大家要知道的成语，大家都会的母语者都会的。但也可以开玩笑，你这个情窦初开的晚了一点是吧？30岁才情窦初开，比如说茶叔都没谈过恋爱，突然喜欢上女生那种感觉了情窦。以前都喜欢男生吗？你这个是好奇怪的形容。对，好 ，OK， 没问题。这个欺骗我们。对，好，来这个，那我来吧。我刚才说了一个词，我觉得和这个能比笨叔那个时候年纪，比笨叔刚刚说那个词年纪更早。茶叔刚才也说了，就是青梅竹马。青梅竹马。对，为什么有青梅竹马呢？这个其实有一句诗好像是这样说的。对。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你得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青梅，什么是竹马。竹马呢，就是用竹子做的那种像小马一样，小朋友玩的这个东西，玩具。也不用做吧，就是把它好像就是他们想象吧，把这个竹子也可以想象，也可以做个头嘛，其实也可以做个头，也可以做个头，那个马的头这样都可以。青梅的话就是那种水果嘛，怎么解释？梅子，就是梅子梅子，酸酸的，绿色的。plum 是，对，梅子，可能有点像对，梅子，绿色的，对吧？对，绿色的 plum， 就是小朋友，其实就主要是形容小朋友之间很小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好像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呀。就像我儿子他们在幼儿园的时候，我感觉就有点青梅竹马的。当时我儿子和一个小女生关系很好，成天下课一起玩。然后因为我儿子看我和他妈妈是好朋友，然后结婚的，所以他说他和他的那个同学也是好朋友，他长大以后要和那个女生结婚是这样说的。对，这就是青梅竹马的感觉。但我青梅竹马一定是长大了之后有暧昧的关系，就真的两个人要谈恋爱走到一起。不未必吧？小时候你形容小孩子这种感觉就是比如说这个女生是我的青梅竹马，我现在不一定喜欢她了，但是我小时候跟她感情非常好，这个叫青梅竹马。那有的人是长大之后结婚了，你可以说我的太太跟我以前是青梅竹马，对，是他们也可以纯粹形容小朋友的，也可以形容小朋友。对，没有错。其实这个成语从小玩到大，对吧？对，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小时候的玩伴感情非常好。
可能小时候主要是一男一女了，主要是对一般来说青梅竹马一定是异性比较多，好像不会讲同性，异性比较多，因为青梅是这个就是讲男女之间小孩子对感情非常好，然后这个感情你到长大了都还记得那个感觉，所以青梅竹马也可以用当做人的意思，比如说他是我的青梅竹马讲的是人那个人我觉得要跟那个燕法国的那个观众打个招呼，因为他每次都给我们留言，他不是啊，在往下，这位对，下面一个好久不见对他真的是每个视频都过来支持我们，给我们写评论，然后特别棒。他是我们的会员呢，欢迎，对，他是我们的会员，没错，对。好，那我也来介绍一个好了我介绍这个很常用了一般来说，如果各位同学你看到一对夫妻或男女朋友，你觉得他们长得很登对，然后呢这个男的帅女的美，我们就可以赞美他们用的叫郎才女貌郎才女貌对，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一对情侣真的长得男的帅女的美，而且长得很登对这一对夫妻也可以那就可以说真是就是郎才女貌对，但假如有时候恭维别人也会这样说，不一定要非常的美和帅吧，就是其实没有笨叔看到我跟我老婆就是才没有说那个长相只是说才华了就只男生是男生很有才华，女生很漂亮就是郎才女貌。那各位同学，你不一定真的要看他帅才能讲，说实话，这个是赞美别人的恭维别人刚刚参叔说的恭维别人，所以反正有人赞美你有才华，有人赞美你美，一定你会开心所以哇，你们真是郎才女貌一定开心的。对啊，你俩看到我和灿嫂就说你俩真是郎才女貌，我也肯定心里开心虽然但是最近吧，最近就是欧洲这边比较开放嘛，我就刚参加一个研讨会，就是说为什么你们教材里边就是所有的女生说到女生都是这个漂亮就是不说才华，或者是看那个书里边的那个贴图都是这个妈妈在家里打扫，然后爸爸男性都是穿那个西装，很有才华，就觉得那个男女不平等觉得但有的词有的成语就是这么规定的，对啊，其实就是很早以前了，传统的流传下来了。现在社会的就是家庭结构未必是这样子嘛。但以前流传下来的一个传统的观念，对，就这个意思没有贬低女性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没有郎才女貌，就是夸他两个人在一起很配，在一起真的就是对，我们就是很完美的一对。对，然后这个有同学对郎才女貌的成语非常有很好奇比如说有人说牛郎织女可不可以牛郎织女讲的是那个故事啦七夕的故事嘛。我觉得牛郎是色狼吧，把人家衣服，人家在河里洗澡，把人衣服给偷走了。牛郎织女讲的就是七夕情人节的那个故事啦。一般不是赞美人家的意思。中国的这个情人节七夕情人节，它不是一个成语吧？没有通过这个能概括一个什么情况？没有，这个不是成语郎才女貌是成语，可以用，而且很常用但是比如说大家没发现是什么？我说大家没发现是不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词语？牛郎。有牛郎，当然牛郎有负面的意思。牛郎不是那个鸭子的意思吗？对，没有解释一样，别人听不懂那鸭子的意思。就是给同学们好好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林子可以给大家解释吧？男公关是吧？日本不是有很多牛郎店？男公关这种。牛郎就是像女生叫妓女嘛，男生就叫牛郎嘛。也不一定，直白就是这样。可以是陪，不一定是那个有性工作者。不一定对。比如如果我是林子的话，我去一个 KTV， 然后我想找一些男性陪我，但这个就叫牛郎店，对吧？对，陪来喝酒啊，聊聊天啊，对，有些牛郎是这样的，对，有些女性大陆没有吧？提供情绪价值。对，
可能也有，那里肯定也有，只是我们不是富婆，我们不知道呀，我们不知道而已，我们没有去过那种场所，我们不知道啊。是的。然后有同学问说，如果不是长相，而2个人都很优秀，我觉得也可以，也可以的，可以。对，我觉得只要你觉得这对夫妻是很登对，其实不很登对，然后不一定要好看，很有才华，社会地位很高，你都可以说郎才女貌，一个赞美人的词。我觉得就算他不帅不美，你还是可以这样讲。对，郎才女貌，就成语没必要就是抠很多很细节，一定要那么精准，不是的，就是一个夸奖人的一个词语而已。但我觉得还是稍微要年轻一点，就可能老年人你就不会去说。对，你不要看到60、70岁的郎才女貌。也就是我觉得30、40岁都还可以用啊，20、30、40岁都还可以用。才子佳人也是类似意思的成语，但是我个人觉得比较少用。比较少用了，比较少用，比较像那种古诗书的那种。对，好像那种历史古代电视剧里头可能会说这些什么的，但是现实中大家要看很多什么仙侠剧啊，肯定听很多这种。他们是才子佳人，那我们一般现代来说都说郎才女貌啊，比较常用啊。好，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学起来。好，我们帮大家复习一下啊。刚刚灿叔说的是青梅竹马。就是我说的是情窦初开，对，卞叔是情窦初开。其实灿叔跟卞叔这2个成语都是比较年纪轻的少男少女的用的成语啊，好，而且都很常用。其实是顺序啦，就是灿叔那边来你吃青梅，我们一起玩竹马，然后玩着突然就情窦初开了，然后长大以后，他们就郎才女貌，对，郎才女貌啊，对，相爱相杀是什么东西？相杀，这是用是挺常用的，但是它也算不上成语吧？这个也可以是家人之间，也可以相爱相杀。天长地久当然是很常用的成语啊，好，这个没问题，表示爱情非常的这个，可能表示爱情友谊，同学们知道没有那么多一点，就是对啊，好，没问题。那我们跟同学打一下招呼好了啊。对，大家说好了，我们聊好半天。这位同学是单身主义者哈，单身主义者，对，单身主义者和自己也可以谈恋爱的，真的，对，可以的。单身主义者谈恋爱吗？我想知道，还是就完全不谈恋爱了？茶树不是独身主义者？对啊，可以啊，可以谈恋爱，不结婚而已啊。对啊，可以谈恋爱。这是不婚主义者，不婚主义者。那单身主义者呢？对，完全的就对，连女朋友都不找的，就是连那个牛郎店也不去吗？对，那这个何仲阳同学哦，欢迎你哦。好，然后还有这位同学，来，这个英文最好的卞叔来。I'm a new student. I just recently started learning Chinese, but I like listening your podcast. 谢谢。虽然他不明白，但是他还很支持我们。这个 language bath 是什么？沉浸式什么语言？沉浸在语言中。其实我还想跟你们做一期，就是我们说不同的语言，看我们说不同的语言的那个感觉，方言不一样的，可以是方言，可以是英语，或者是对，然后看看大家那个是不是换了一种语言就个性对，那得找一些可能念一段，我也可以念，要让我说可能还说不来。多念一些外语还能念。对，7月7号是这个农历7月7号是这个中国的情人节啊，七夕节。好，这边几点了？好，这个我们就不回复了哦。好，对，要对这个提醒了大家，就是像这个郎才女貌，一般就是形容年轻到中年人，我觉得都还可以，老人不太用。老人我们用什么？伉俪情深吗？伉俪也太大了吧！才结婚了会说伉俪情深。老死老人用的是什么？但也不会用相敬如宾这种，也太不会相敬如宾，而且相敬如宾跟这个也没有伉俪情深一样，没有什么年纪的特别的区分。对，比较老人好像没有，对不对？没有专门一个形容老人的，没有，我觉得没有
这个这同学这两口子感情真好，就是好像就是说感情真好，这两个老头子感情不错。中间的老师叫什么名字？叫灿老师叫灿叔，李灿老师，璀璨的灿啊，璀璨的灿玉的灿，林子的年代啊，灿就是美玉，其实没有说灿玉，灿就是美玉的意思，灿就是美玉的意思。林子的年代，林子的年代算中年。我觉得如果夫妻一阵子这个很10几20年感情很好，可以用伉俪情深嘛。对，会有伉俪可以用，伉俪情深可以用在这个已经结婚几十年了，但是感情还是很深。但这个属于中国文化吧，就是中年人一般就不会去说自己的爱情啊，或者比较保守，你也不会评价别人的那个。你一般就是说，比如说我看到林子跟她老公结婚几十年了，还手牵手很亲密的样子了，你俩真是伉俪情深啊，我会这样讲但伉俪情深不怎么实用，用的很少的，比较很正式的场合好像才会。对，在东北我们就说还能咋地，凑合着过呗，凑合着过。对。好，那我们来介绍第二轮成语吧。我们背书来，第二轮成语是什么？第二轮就刚才到了郎才女貌了，对吧？那下一步就应该是海誓山盟或者山盟海誓可以，这个可以互换的好，爱情的。你们讲的就是我都找到这些东西了啊，都有。这句话一定要看一下，给笨叔看一下。背影看着很帅啊，看脸很善良，很善良，看脸看脸很善良啊，实际上不晓得啊对，我们中文一句话叫人心隔肚皮啊，不晓得实际状况怎么样，人面兽心，人面兽心，三人成虎啊，你俩说着说着，我就真的好像你是个坏人一样啊，伪君子。海誓山盟来这个就是山啊海啊，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永恒的，永恒会持续永远的。那誓就是说我发誓我发誓我会一辈子对你好，我会一辈子爱你啊。对，誓和盟都是这种你的誓言，所以海誓山盟就是形容两个人真的爱的要死要活的，他们就是每天就发誓我爱你一辈子，我爱你到永远，下辈子我们还在一起，每天说这种话的人就是累死，海誓山盟。那一般来说，我们海誓山盟就是通常这个男生立下了海誓山盟之后，如果有了小三，有了别的女人之后，这个女生就知道了海誓山盟都是假的，不可能有这种永恒的爱情。就可能女生会说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整天海誓山盟，现在已经有了新欢，他有了小三啊。对，我们可以说整天海誓山盟，结果呢，过了几年还是外面外遇了那或者有的女生说我不需要什么海誓山盟，我就需要你给我这个温暖就500万陪伴给我陪伴，对，或者给我钱买房子，我不要什么海誓山盟，你就买房子。我不要海誓山盟那都是假的你给我房子，给我信用卡就好了海誓山盟是不是形容爱情的还有一个，比如永远的有个什么海枯石烂，这个不算。海枯石烂也蛮常用的，这个我觉得也算是成语啦，海枯石烂所以海枯石烂是灿叔你第二轮的成语就是不是，我只是想起来这个，就是觉得和笨叔这个差不多，就感觉爱情好像会永远存在一样。这个对，就算等到海都枯了，没有水了，石头都烂掉了，对吧？都会永远存在。但其实我们知道，爱情这两个词这两个成语常常合在一起用，海誓山盟。我的爱对你是这个海枯石烂永不改变之类的就是海枯石烂很常用。这个各位同学可能看一些电视剧会听到海誓山盟、海枯石烂这些成语很棒。好的，没问题，大家把它记起来好，那灿叔第二轮你的是什么？好了，让我看一下有个词儿，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海誓山盟之前，对不对？就是没有真正发誓就说我要做你永远做你的
男朋友、女朋友等等，有爱在你之前啊，他们可能有一个暧昧期，对不对？有个暧昧期的时候呢，这个人会成天干什么呢？死缠烂打，做梦也死缠烂打，早上打电话，晚上打电话，每天都打10个电话。可是死缠烂打，对方不一定喜欢你啊，对不对？对，就追嘛，就是我们会有这种死缠烂打也可以，它是一种行动的方式，对吧？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说这个感觉是吗？这个对，另外一种是什么东西？脑子里他会成天想这一个人啊，魂牵梦萦。魂牵梦萦、梦绕都可以。OK， 我以为你想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这个是我的第3个词，我的第3个词就是如胶似漆啊。那等等，不要急。这个但是我觉得跟灿叔这个比较搭配，因为他的是脑子里的，我的是比较外在的，他的是比较内在的。魂牵梦萦我打，魂牵梦萦我打一掉。魂牵梦萦这个词还挺大的，梦牵我还打不出来呢。魂牵，但这个词就是真的就是形容，我觉得很常用，因为我们都会经历那种状态。你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你脑子里都是想着他，任何时候都是想着他。对，做梦也是他，魂就是讲你的思想了。对，魂里都牵挂着他，都想他，你拿着他的照片都萦绕着，对，拿着他的天天拿着他的照片看好几个小时，就看着就傻乐在那里，然后就就是心里都是他了啊，心里都是他的感觉，魂牵梦萦啊。好，这个成语不是我打不出简体，我改一下，直接在搜一下，就是我直接转换就那个精神的自己，对吧？我们的魂。有时候说我们的魂都跑了，人在这儿，它的简体字跟繁体字差太多了啊。好，魂牵梦萦啊，魂牵梦绕也可以，对不对？也可以魂牵梦绕。对，然后这个耳鬓厮磨，就是这个是这个成语用过了，不过比较大，对，比较不常用啊，比较不常用，但是我们都知道，对那种。很亲密的那种很亲密的，对，好，这个魂牵梦萦就是这个人的样子一直在你的脑中挥之不去，你非常喜欢他，所以每个梦也梦得到。然后，如果一个人让你魂牵梦萦，但是他对你没有意思，你就可以死缠烂打，天天打骚扰电话。死缠烂打一般是，对，通常是对方不喜欢你，那你一直想要缠着对方，死缠烂打，打电话啦，去他家门口等他啦，什么什么的哦。但我觉得，如果让一个人，真的就不要这样做啊，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开玩笑，中国人说，对，死缠烂打基本上是个负面的啊，是贬义成语啊。好 ，OK， 没问题。灵魂伴侣 soulmate， 对，这个伴侣，但不是这个不是成语啊。他是我的灵魂伴侣，表示他非常了解你啊，他不只是你的另一半，他也非常了解你啊。好，对，灵魂伴侣这个词其实是从英文翻译来的啦，对啊，中文没有这样的词啊。但是我们有一个比较接近的叫做心有灵犀，就是心有灵犀，想法很接近，对，心有灵犀啊。月莹说来。Ben叔自己念，月莹说：“Ben老师说爱情的话很浪漫，女人听了一定会被感染，一定受感动，对不对？一定会很感动，对，都可以。海誓山盟吗？我说很多，这是已经可能主要是你的浑厚的声音比较吸引人吧，我觉得。对，已经告白了大家，迷惑了大家。但是人心隔肚皮要小心。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跟我在一起吧。好 ，OK， 那这个你们私下去聊啊，你不要在这里公共场合浪费大家的空间时间。对，好，那我这个要介绍的就是魂牵梦萦之后，对方也接受了你，那你们已经成为男女朋友，甚至论及婚嫁了啊。那你们希望你们谈恋爱或结婚之后能够长相厮守。这个在婚礼的时候也可以祝福语啊，这种对，长相厮守的意思就是希望，通常结婚的了啊，通常是夫妻之间能够一直陪伴对方到永远，所以你就可以说长相厮守。我希望不能只是海誓山盟，对吧？更重要的是海誓山盟以后的
长相厮守。对，所以大家都希望爱情长长久久嘛，长相厮守。那你会希望跟另一半你爱的对方长相厮守下去啊，就是长时间的在一起互相陪伴啊，通常指的是夫妻结婚之后啊，你们会希望能够长相厮守。长相厮守。笨叔刚才说这个话，可能在婚姻的时候说的比较多，对，或者是许愿的时候，就可能把你的愿望挂在一个树上，说啊，我希望能跟他长相厮守啊。Ben叔说，我希望跟美丽长相厮守。美丽都不来了，美丽已经移情别恋了，这可以移情别恋啊，移情别恋，我觉得比长相厮守要更常用，对不对？更实用啊，因为我觉得。但其实比如说结婚的时候，很多我们会祝福的话，会说希望你们白头偕老。白头偕老很常用，对。好，这个移情别恋就是这个对方最正常的吧，本来爱着你的，那结果可能过一阵子有更喜欢的对象了，他就移情别恋，他爱上别人，就喜欢别人，爱上别人了，移情别恋。对，还可以再拓展一下，这个也有另外一个词叫喜新厌旧，我们也常用。对，我们的同学美丽已经不看我们的频道了，已经移情别恋，他去看别的，他看别的中文老师的频道。对，那这个移情别恋，喜新厌旧其实不只用在爱人上面啊，喜新厌旧可以用在喜好上面，比如说他本来喜欢大叔中文，结果现在去跟那个 Dolores 老师学了，不喜欢大叔中文，喜新厌旧。Dolores 老师教的中文比较好，比较新，他喜欢去上别的课了，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喜新厌旧的学生所以这个喜新厌旧不一定用在爱情上而已，可以用在任何爱好啦，对的事情上面，喜新厌很常用啊，喜新厌旧。那刚刚这个灿叔说的是白头偕老啊，这个对，我还有一个呢，一会儿好，没问题啊，这个我打一下，怕同学猜一会儿怕同学不晓得怎么说白头偕等等偕老，好，白头偕老。我这个偕老偕什么意思？灿叔偕就是一起嘛，一起慢慢的老去。是不是有首歌？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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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对，老到什么？但是我咋没听过？当然听过，什么老到什么怎么样？老到不能再什么的时候，然后再什么一起慢慢聊这样。对一起坐在轮椅上慢慢聊。好，白头偕老就是指这对夫妻长相厮守到最后头发都白了，还陪伴在一起很棒的成语啊！这个婚礼上面常常用，祝你们俩白头偕老啊，比长相厮守好。白头偕老，早生贵子。美丽的海誓山盟只是骗人的。哇，现学现卖，太厉害了啊，很棒。对，好，那这个其实我们也不只教了这些成语，喜新厌旧真的也很棒啊。天荒地老，Eddie 说天荒地老也是算，我觉得挺好的，对移情别恋啊，这些都是一往情深，我觉得也是算常用啊，可以啊，一往情深可以。一往情深就是我对这个人对这个男生或女生一往情深，你的爱情没有改变过，跟以前完全一样一对，那还有一个词也和它挺接近，叫情有独钟。我就喜欢情有独钟情有独钟，对，全世界这么多人，我就爱你一个。对，查叔，你看那个女生真的，她是脑子是不是有病啊？对笨猪就情有独钟，笨猪。哎，我们这样讲得罪了好多同学啊！你也得罪了我。快，灿叔，你把长相厮守给我说3遍。灿叔一句话得罪了，长相厮守。灿叔一句话得罪了大概40几万人40几万人。哇，天哪，罪过！我是颜值担当大叔。对，就是情有独钟，当然不一定对人对某一件事情也特别有感情情有独钟也可以用很好的一个成语好，情有独钟。我给你俩猜一个成语吧，我不知道你们看了这个成语没有？看我动作啊。这是
变态那种，死缠烂打，是到处放电，不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眉开眼笑，眉开眼笑，这个是什么？笑里藏刀，这个是什么？这个中文是什么？眉毛，对啊，这个呢？眉飞色舞，这不是名字说变态，眉来眼去也可以，还有眉来眼去，眉目传情，眉目传情啊，眉和目，这因为我们感觉不到情，所以猜不出来啊。我没有感觉到情传出来，对，就感觉有一种那种太大啊。眉目传情，好，这个可能灿叔要解释一下了哦，因为眉是眉毛嘛，目是眼睛，眉目传情是什么意思？就是很多时候你不说出来，你就通过你的眼睛和眉毛这些动作，让来，我给你表演个什么叫眉目传情。好的，来，看。这是什么？不是啊，你在喝水啊！这有什么？这算什么眉目传情？要含蓄一点的，就就是眉目传情，用现代的话来说，是不是有一点挑逗？对，但是又不能太那个，得两个人吧？我觉得一个人不行，一个人就变态了，就两个人。对，就像刚刚那个状况。对。就比如刚才笨叔看着我的时候，你笨叔刚才动作再来一遍，来，刚才动作再来一遍，再眉目传情一下，再眉目传情一下。你跑去哪了？这个糟糕了，灿叔心动了，有眉目传情了。你看你害灿叔的脸都红了，你糟糕了啊！因为灿叔刚才不是这个都飞出来了。这个有同学说不用说了，表情很明显了啊。那这个我们现代的话，现代人比较说什么挑逗，或者说什么挑逗，或者那个放电啊，放电可以放电，调情啊，还有调情。我说那个人，你看他刚才用眼睛一直给你放电，这个好像这个英文的 flirt，对不对啊？对，差不多了，其实对。那一般就像刚刚灿叔说的，眉目传情，一般就是你这样的时候。然后那个女生有然后她也给你回应，对不对？然后就那边，然后就对，然后就那边就是哪边？我们去单独聊一下。对，眉目传情，基本上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那个 one night stand 去了，对不对？这个没关系啊，我们大家都成年人嘛，就是一夜情，对不对啊？一夜情之前，可能你要试探对方。然后对方也有那就这个是思考吧。后续大家就知道了对，后续大家都知道了。眉目传情就是双方可能想要表达郎有情，妾有意，对不对？对直接对用眼神。这个同学，这个我们的 real ghost， 他说可以说 making eyes 这我不晓得，这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就是对啊，因为眉目传情就是说眼睛嘛，调情的话也可以用语言嘛，对吧？因为这是不止各位同学都不止眼神你的眉毛也暗示着对方你喜欢他那眼睛就是有那种感觉。所以一般眉目传情一定是要异性不一定就是你喜欢的对象快把灿叔拉走。就是说你要眉目传情的对象不会是你的好朋友，然后对或者是你的亲人，不会，一定是你喜欢的那个暧昧对象，一定是这样子所以不要随便眉目传情有眉目传情就是有情愫、有感情的那种感觉对，互相看对眼了嘛，才传情嘛。而且对，就是通常还不认识或不熟悉的人，你想要对他表达你的爱意。我看见那个 Vlad 说他刚看到我们的播客，以后都要听，谢谢。OK， 记得那个 subscribe 订阅我们的频道，谢谢。我们大叔的目标就是不允许学习中文的人不知道我们大叔频道。对这个温香软玉，当然这我们母语者都知道啦，但是说实话，日常生活很少。形容人，但是不太
不太说。这个在古装片里可能会有，或者古装片里小才会有，就是古典小说里头可能会有。对，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说实话不常用，没有那个情境去使用它啊。而且这个词多少会有一些那种颜色的味道呀，我觉得不是那么的正经。对，就是沉浸在那种那种爱情的，然后那种男女之间那种的对但是会表达那个意思啊。对，好 ，OK， 没问题。我们第2轮已经结束了。灿叔说的是什么？忘记了。眉目传情吗？那Ben叔呢？ Ben叔，你刚刚讲的是什么？第3轮是吗？第3轮还是第二轮？你刚刚第2轮讲的是什么？第2轮我讲的是山盟海誓吧？山盟海誓啊，各位同学，你可以说山盟海誓，你也可以说海誓山盟。然后我们刚刚也讲了海枯石烂，讲的都是爱情的永恒永远不改变的爱情那都是骗人的，都是骗人的不要相信这些成语。很多学习中文的朋友们都很年轻了，不要这样，大叔，不要破坏他们的美梦，对不对？爱情的幻想好，那我们就迈入第3轮了好，Ben叔，你的第3轮是什么？是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这什么？如胶似漆啊，不是一夜情这个对，因为胶我们知道是那个胶水，对吧？胶水就是粘东西的时候我们要用胶水。漆有一些油漆，就是你把油漆这个黏黏的，对吧？你把油漆刷拿起来的时候好黏的感觉，所以如胶似漆就是形容这对情侣他们每天在一起特别的怎么说呀？特别的腻，对吧？感情特别好，成天黏在一块儿黏在一块儿不能分开他们一见面就抱着这个，就像连体婴一样的对，这个给力狗多，就是我的宝贝，我的心肝宝贝，这样来亲亲，然后就这样晒恩爱了，晒恩爱那种。你是我的糖，对吧？对。那这个我又想到另外一个成语叫夫唱妇随就是老公唱歌，然后老婆在里面跟着唱这样子所以夫唱妇随其实不是真的讲唱歌啦，是讲夫妻之间的感情如胶似漆，感情很好。对，不是真的老公唱歌，然后老婆在那边唱，不是那你说到这个，我也想到一个词叫做你们猜一猜比翼双飞嘛，笨鸟先飞笨鸟这个我们应该再来这种表演，然后让对方猜词的也可以下次回来玩。我们下次可以玩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好，那这个跟如胶似漆相关的类似的成语就是夫唱妇随，比翼双飞就是讲这个夫妻之间的感情非常好。不过我说实话，这个好像也没有很常用，对不对？没有那么常用。但如胶似漆还知道了，还是会啦但是就是真的我们不常用的原因是中国人比较含蓄嘛一般不会把这种感情这个很亲密的成语讲出来但是真的要形容的话，大家还是可以去用他们俩就是夫唱妇随，可以他们俩的感情如胶似漆。在这面大马路上，你就常看到，就是情侣就是在可能就在地铁口，然后情侣就开始亲或者是看日落的时候，看日落站在第一排的人，后面的这个4、5排的人都在看日落，第一排的人就亲，就如胶似漆的。对，不过我们用比较现代的语言说，我们会比较常用晒恩爱吧？会不会晒恩爱秀恩爱或晒恩爱一般是在网络上社交媒体上是吗？社交媒体就是抛出那个照片，对不对他们两个人你的照片或者甚至有时候就写一些文字就是对晒恩爱，对不对？但是我们一般会说撒狗粮现在会说撒狗粮撒狗粮 OK 撒狗粮为什么叫撒狗粮？变叔你能不能解释？单身狗就是我们觉得单身的人觉得就是活得好像狗一样所以单身狗就是说我们觉得单身的人都好可怜就没有人可以亲。这个时候就2个人他们如胶似漆，天天在一起，然后亲，然后说老公我爱你，就给这些单身狗撒狗粮是这个意思
好的，有人问羡慕嫉妒恨，夫唱妇随，不是吧？不是贬义吧？不是贬义词，不是贬义，是而且是褒义的，我觉得是褒义的，就是讲夫妻的感情很好啊。好，然后心如刀割啊，心如刀割也可以吧，也是一个可以吧？成语就是讲说可能你感情，可能你们分手了啊，有人移情别恋了啊，移情别恋的时候。对，你就很痛苦，心如刀割啊！可能你的有一首歌嘛，张学友对张学友的歌，对，心如刀割。我是真的为你哭了，反正对。我们的粉丝真的走了，对，我们本来700多个，现在变7个而已。走了，对，没有人在看他输了。来自缅甸的纷纷哦，欢迎！日久生情，我觉得是蛮好的，这个可以，挺好的，很棒。这么多第一次参加的，这个 Amelia 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日久生情，可能参加的直播第一次吧，可能频道也可能有看过重播了啊。日久生情就是可能你跟喜欢的对象相处久了啊，就产生感情啊。日久生情这个是挺常用的，我觉得。Tracy 用的这，Tracy 这个说被塞了一口狗粮，这个还知道这个塞很厉害。对呀，塞就这样塞了。对，我们被强迫被别人塞了啊，被别人塞了。就你不想不要硬塞给你的啊，这个我们可以说硬塞了，硬塞。这是华人吗？因为这句用的很地道。对。好，硬塞狗粮，对不对啊？给你，然后这个刚刚讲日久生情哦，常常在这个办公室，我们有办公室恋情嘛啊，那你跟你的同事相处久了，最后真的产生感情了，你就可以说他们日久生情啊，可以的好。然后要是比如说大树中文，其实里面有一个女的老师的话，可能和笨叔就能日久生情。日久生情，对，笨叔这么好看。然后不用啊，这个 Harvard 他总来我们的这个频道啊，也是对我们的频道日久生情，日久生情。对，好 ，OK， 然后我看一下哦，然后还有学习中文歌。学到了这个一往情，好像也有歌叫一往情深，是不是？还是歌词里面常常有这个成语？对，说到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做个预告，下周3啊，我们大叔在那个播客啊，将会给大家分享6首中文歌我们开金口。下周3啊，对啊，我有唱吗？有，对。你唱哪一年的叫什么？什么还有你啊？至少还有你，至少还有你啊！我们开金口唱歌了，我们要介绍6首，我们3位大叔觉得你们学习者应该要听过的中文歌曲哦。对。这位 Think 第一次参加，好，我们快点进入第3轮吧。我都已经讲完了，我已经说完了，我的第3轮如胶似漆，就剩你了。剩我魂牵梦，我中间还说了个魂牵梦萦嘛。OK， 好，那我讲一个这个比较负面的好了啊，就是说，如果你的女朋友或你的老婆外面有了别的男人了你们应该知道我要说的成语对不对？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个我们说红杏已经红杏出墙，红杏出墙，对，就是通常已婚啊，就是太太太太已婚女子出轨出轨就是有了别的爱人了，另有情人。这个但是很有意思，有的词只能按性别，红杏出墙你就不能说男生红杏出墙，只能说女性。男生不可以说红杏出墙，红杏出墙一定是女生因为这个红杏就是一种植物嘛这个比较女性的植物很漂亮很漂亮，对，很鲜艳，很漂亮，就像女人一样所以红杏出墙。而且这个应该和古代的一个社会习俗有关系，因为在古代就是稍微就是有钱人家点的女人，她一般是结了婚之后。不会出院子的，他基本上就待在自己的这个家里头。对，所以出去了，这其实是话就容易出事儿了嘛。所以他有这么一个背景在里头。以前的女子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都是在家里，不可以随便出门的但如果说这个已婚女子在外面有喜欢的男人了，红杏出墙，一般要进猪笼的，以前要进猪笼的，对不对？好。
那如果男人，两位大叔可以想想，如果是男人很花心，我们应该用哪个成语？男人很花心的话，有成语吗？就刚才我们移情别恋可以，这个移情别恋，风流成性可不可以用？风流成性，但也可以是，也不一定对，就是说不一定太贬义，不是褒义，我觉得中性。可能不一定是已婚男子，对不对？可能就是指男生就是很花心，对不对？就花心大萝卜。不过风流成性也不是好到哪里的成语了，我觉得算比较贬义的成语就是指，而且是指男生比较多男性好美色，喜欢交女朋友，而且很放荡轻浮。好，所拥又抱。好，这个就形容变书的状况了啊！这不是我吗？我在最中间吗？左右。对，他在中间。但是你要抱的是女生才可以，抱的是女生。变书不好了。好 ，OK， 那这个我们今天介绍了这个我们第3轮的成语再说一次好了。灿叔，你刚刚说的是什么？魂牵梦萦。魂牵梦，这个是第2轮的，第2轮吧？第3轮，我忘了，喜新厌旧。白头偕老，眉目传情，对，好没有存在感的成语，眉目传情。那变叔你呢？变叔是我的是如胶似漆，如胶似漆。好 ，OK。那我的是红杏出墙啊，就是这个 Hector 是 Daniel 是吧？谢谢支持我们。那 Daniel 来了啊，Daniel 又来了，他每次都会这个捐钱啊，太棒了，好大方，谢谢 Daniel 的支持啊，太棒了。好，那这个今天的成语呢，希望对大家来讲很有帮助啊。那这些成语其实日常生活形容感情的、爱情的成语，其实还有更多我们没有介绍的。那就其实大家就多看电视剧，多跟母语者交流，自然而然会学习到这些成语啊。对。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再介绍，我觉得下次我们可以介绍跟数字有关的成语。可以啊，然后让互相猜，我们要用表情啊、手势啊，对，表演出来让大家猜，让对方猜，也让同学猜一下，对不对？好，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希望这些成语呢大家喜欢。那如果你喜欢，别忘了帮我们点赞，或者是加入大叔中文的会员支持我们大叔。有你们的支持，我们的节目才可以继续下去。然后也把我们的频道推荐给你学习中文的朋友。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订阅者啊。我们今年的目标是有3万。目标很不统一，一点不默契。3万可以啦，我觉得可以。那我们要达到3万的目标，一定要大家的支持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多订阅我们油管YouTube 的大叔中文的频道啊。好，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喽。这个来晚的同学就看重播了啊。好，再次欢迎这个第一次加入的同学，今天好多有第一次。我要欢迎的人不一样我要欢迎 Daniel， 我喜欢。谢谢 Daniel。对，下周有2期我都不在啊，就你们2个。对，我要去玩喽。对这个参数，那我们下周就我跟变叔随便聊一聊了啊。好的啊，没关系，我们也可以做一样的。对，好，那就这样咯，大家再见，拜拜。拜拜。